这次来到韩国是来到他们的中间，就很像我们台湾的南投。太厉害了，整个是银白色的。岛潭山峰那个景致啊，在很多的地方都有一张照片来告诉你这边有多美。丹阳的第9景，传统在地的一个市场，17年的酱料，我终于可以看到新奇的奥秘了。酿酒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应该是一种代代相传的好味道。上船下海过夜，漂流亚洲，耶！准备要出发韩国了。等等，我们是不是要坐那个可一航空啊？就是这个。哦，是我第一次搭耶。真的吗？你第一次搭，我是第一次到韩国。对啊，我们这趟有2个没有去过韩国，就是我跟佳琪。听说我们这次是深度旅游，好好的要漂流韩国。好，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队伍。韩国观光公社到了，我们上一下即将开启新的企划。近几年韩风流行嘛，你看那个黑白大厨嘛，对不对？如果大家想去韩国，就是一定要来这边做功课的。而且我知道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不是到那种什么韩国的首尔，不是到大都市。对，我们还是要走一些上山下海行程，对不对？这是我们的精神。好了，我们去找次长，请他推荐一些景点给我们。好，一定可以，一定这边。안녕하세요。好久，这次真的麻烦次长，听说有很多景点要推荐给我们。对，最有名的地方是那个中正北道，还有那个江原道，非常那个漂亮的地方。这个地方的那个露营地也是很多。露营地，哇，就是这里啊，一个小岛屿。这个是我最喜欢的，那个在露营的时候那个看着佛，还有那个发呆。所以等于这些都是次长的一些私密景点。我觉得我们节目应该会跟以往很不一样。对，我们走一个自然然后人文路线。我们登机喽！有吗 ？AeroK 的飞机，很 fashion 哦。他们的位置还算大真的其实蛮宽敞的哦。而且这边的空姐、空少都非常时尚的感觉，看起来就是舒服。我觉得应该是它整体比较不像一般我们印象中的那种空姐空少，他们妆很淡，然后不需要头发就是抹很多油，全部塑胶，他们是可以放下来的，很轻松的。对，穿的也比较轻松，少了一点那种严肃感。是，因为我刚看到他们其实都是运动式的，很奇妙。对，它虽然是低成本航空，但是它没有让我们觉得说，好像是很克难、很紧那种。对，那个完全不一样。我一看到空姐觉得好高级。能够被他们服务是件非常心情直接好起来。我觉得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低成本是回馈到就是票价上，真的是很划算的，画面也是舒服，让空姐空少，对，我的钱包也是舒服的。钱包也是舒服的。我觉得来这边呢，一定要体验它的那个餐点，喝它的咖啡跟它的双合茶，里面有很多药材。我以为开始我想要双合茶跟咖啡。双合茶，咖啡是这个吗？波拿茶。对，波拿茶，手非常有名的咖啡品牌，非常非常厉害。它在德国柏林，然后它被誉为全球25家一定要去。马上给我来的。重点是我在可一航空上面就喝得到。我没有料到他们是跟他合作，真的还没去过德国柏林没关系，先喝他们家的，真的。送来了，耶！而且要喝这个双喝茶，小心有点烫哦。这个现在可以直接喝，直接喝，可以直接是咖啡。这看起来好有质感哦。它的精品豆很不一样，或者是姜的味道，像姜茶，好像有姜枣的是不一样子，就是很香的药草。你这人的精神都好舒服。来吧，兄弟们，喝喝看。用德国柏林咖啡的咖啡，全球最好的咖啡，它应该算是比较稍微中浅焙，果酸度比较厚的那一种。套句专业的话，这个的质地应该是巧克力，然后黑糖，闻起来是大概是这种感觉。
现在出关了。可是因为我们要去第一个点的地方，路程大概是2个钟头，所以我们在这边要找一些可以果腹的零食。那这边的零食其实看起来跟台湾大同小异。刚有看到很特别的，那个我觉得应该是韩国版的什么虾味鲜。这样讲，韩国版虾味鲜这边的钱用起来应该算是非常好用，因为它的钱很大嘛，就每一个随便连 Oreo 都要3000块。台币大概70块左右。一从我们机场航厦走出来，外面的温度真的太棒了啊！11度啦，这温度好像台湾过年的温度，而且那个闻起来空气是舒服的，好凉爽，很清香啊。重点是它就是干冷，不是湿冷。我觉得干冷很重要，因为我超怕下雨这种湿的。来到韩国，你们都知道，我最期待的景色永远只有一个，就是市场。因为丹阳它刚好在韩国的中部，所以它的地理位置也很特殊，然后很多农产几乎也都在这边，而且它的大蒜当年是进贡给皇室的，那么厉害。对，它的蒜香特别的迷人，就是我们可以去开箱各式大蒜的好吃的料理，你想得到的跟我没想到的应该都有。好期待这个酒井市场，因为里面听说大部分都是大蒜料理。其实在这酒井市场的附近就可以感受到非常多丹阳的元素哦。我真的觉得确实到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新的地方，确实要逛逛你才是。好漂亮的苹果哦！真的，这苹果好美哦。哎10公斤3万5，柿子苹果应该是吧？你10公斤才833块，很便宜啊，很便宜啊！而且重点是很大颗哎。对啊，柿子，熟透的柿子哎，吃起来都很好吃啊。很透，好想要试试看。它是海苔吗？是，整大片的，海的味道。泡水就变那样了，对不对？对，变海苔汤了。对啊，这样很方便呢。那什么？豆泡，去看看啊。鱼酥啊，跟台湾的很像，是扁的，几乎一模一样。但它做的更薄更脆。就是我们熟悉的味道，但又有一点不一样。 OK， 10,000 10万，我啦，有几万啦。哦，几万啊10万有一点贵，有一点贵。你想要去吃小摊贩的东西？我也想吃。有啊！你看商店街出现了。前面那里，这个大蒜点心，这是什么？大蒜造型的甜点。里面啊，鸡蛋糕啊！它那个做法跟台湾的鸡蛋糕很像，可是它是全自动化的。对啊，内馅的，所以代表这是非常有名的，很多人要来买。사장님, We wanna 안녕하세요. What's this? 팥 앙금과 혼합해가지고 마늘 맛이 나게, 갈리 맛이 나게. 鸡蛋糕哎。对啊，闻不出蒜头的味道。这个听说是老板自己发明的一个甜点哦，就是利用蒜头跟这个豆沙泥混在一起，很奇妙。而且大蒜在里面完全不突兀哎，对啊，那个豆沙泥混在一起，那个味道很有层次。他想要买一份，我们要买一份。 9개인데 원래 제가 이게 1개, 2개 서비스 드렸어요. 감사합니다. 老板人很好哎，蒜头造型，然后你把蒜头这样直接从跟对半切开，让你有体验到剥蒜头的感觉。真的闻起来就是那种核果子或甜点的味道。对，但是你真的在吃的时候，这味道实在太让人惊喜、惊艳。对，我真的没有办法把黑蒜跟糖的那种甜度合在一起。它的蒜不太是那种吃出来，是我觉得比较是稳的，在鼻腔里面的。对，很奇妙哎，可能是因为大蒜经过高温烹煮后，那个蒜味会消失，它那个辣味也不见，所以你只吃得到蒜的口感，还有它的味道，蒜香、蒜香味。推荐大家一定要来吃吃，超乎想象的美食。对啊，这太厉害了。 吃起来像竹笋，脆脆的笋，这个而且有水分。它们可以直接拿起来这样吃啊。这个是不是就是我这几天吃的那个不同的那个新奇？我问你的那个。도덕이 감사합니다. ginger 啊，ginger 很棒哎！我刚才让喝一小口，那喝下去以后，热就从这边慢慢上开了。而且它没有那么辣。对啊，结果一个
이건 여성들 손발 저리고 손발 차가운 사람들 요거 먹으면 따뜻해져 감기도 안 돼. 我们通常到一个新的国度，会担心说这边人是不是不好相处，尤其是我们语言不通的状态。但是他们也想尽办法想跟我们沟通，然后把他们的零食递给我们吃，然后跟我们一直聊他所想跟我们表达的事物。在听不懂的状态下，但可以透过眼神、透过他的手势，甚至他拿起来的东西，感受到他想要跟我们当朋友真正的诚意。我觉得非常的好。很多完全没看过的。对啊，那个超香的大蒜面包啊，哇，好像菠萝的大蒜面包。对啊，感觉还蛮厉害的。很香很香，买啊买啊！这有上面有蒜头片的。哎，那边也很香哎。那边有炸鸡，那边有炸鸡。你们先吃面包啊，我们先去吃炸鸡。它有4种不同的口味，各一。他要给我们盒子，盒子拿起来好看的。对啊，就4个都买好了。OK， 哎，先付钱。哎，你赶快韩式炸鸡耶！报告。这是吃的意思啊？对啊，这边是一整盘，哎，不怕你吃光，完全不怕你吃，你来就是给他吃，不要客气。好像是鸡皮吗？好贵哦！我吃到鸡皮，我不知道有没有鸡肉。没有，这边好像他试的都是鸡皮。哦，然后炸鸡就是要买，这样可以啦。正统的韩式炸鸡厉害是在它的那个酱，它酱好好吃，而且很浓，很甜。好，继续来一份喽。하나 주세요. 하나 주세요. When you're running out of ways to make it through this world, gonna get you through the day. 哇，맛있어. 我真的觉得我们要先吃黑蒜。好，不一样，闻起来的香气比较稍微深一点点那种感觉，因为我们要保留蒜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脆哦。一进到嘴巴，那蒜香就出来。然后它的外皮有糖霜，糖跟皮的酥脆，加上面包的软，这无敌耶！这再多我都吃得完。原味的应该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那种味道。原味又有一点点不一样，奶油吃起来都是有一点点偏甜的，然后再加上蒜香这样子。其实我们喜欢那种味道，甘甜啊甘甜的那种感觉。在这种比较寒冷的地方，大家喜欢多一点甜的东西或辣的东西。补充热量啦，或者促进血液循环。而且它的蒜片又酥又脆，然后搭配面包，整个香味在嘴巴里面。不愧是大蒜的盛产地，光这样子，这2个口味其实就已经不一样了，很厉害，我好喜欢啊！哇，他们的韩式炸鸡就跟台湾的炸鸡排一样，是国民美食。对啊，大家一定都要吃的。这边好多的蒜哦！这个蒜片就觉得好厉害哦。那你吃这个比较轻蒜味的。好，我吃这个比较重蒜味的。哇，好吃会跳舞。很 Q， 那个鸡肉是不会踩的。我觉得吃起来很像腿肉的部分。蛮 Q 弹的，里面还蛮多汁的哎。而且我在台湾吃的那个面皮都裹比较厚，但它这边皮是薄的，外面裹的那个酱有一点点绵牙。我觉得那个酱汁是精华中的精华，浓缩到最极致的酱汁。这趟来韩国 OK 了。可以。这里，在地有人推荐我一定要吃的大蒜饺子啊，好不像饺子哦，好可爱啊！还有那个虾虾的尾巴，对耶，虾尾巴在外面。然后人参饺子，我要这个，我觉得这个特别啊，这个 kimchi 也特别吧。那我们就3个，好不好？好啊。哇，这个有。虾子 kimchi ginseng。先从这个好了，我完全没有吃过。人参吗？整个韩国他们是首创唯一第1个人参饺子的。人参饺子，它是一整条哎。对啊，这造型很独特。你那尾巴也拉太长了吧？我要先吃原味。皮很 Q。人参味道超脆、超浓郁的。哇，我超喜欢这种皮干干的，吃起来很好吃。皮它稍微的风干后，它的 Q 感会更加的浓厚。它里面那个肉的香气好浓郁哦，跟这个人参很搭哎，而且很清脆。我们刚刚清脆来形容那个脆感，而且有点回甘哎。我发现韩国有一些食物其实偏甜的，有点甜甜的。可加这个人参的苦刚好很美，然后综合在一起。其实我刚一闻到那味道我就超爱，因为
小时候我就很爱吃人参这样的东西。你小时候都吃这么好？我家的人小时候吃蛮好的，奢华，他是皇宫贵族的。对，没有。但是吃人参真的是对身体很好，它那个肉的甜味跟人参的甘苦味，整个混合在一起，真的就像人参一样。对啊，人参的味道。那你吃看这个，我想试 kimchi 它的 kimchi。哦，好快哦！他把那个 kimchi 切碎哦，吃起来那个口感又不一样。我发现它的那个秘密武器哦，它在馅料里面放了那种韩式的那种粗的那种冬粉，所以它去吸收所有那个 kimchi 的味道之外，然后再吸收那个猪肉的肉质，所以反而这样子很好吃。你有时候只有猪肉其实会有点有点单调，而且那嚼起来口感会有一点特别，就是你咬下去又有脆。又有猪肉的润，然后再加上那冬粉有点 QQ 的感觉，好吃虾，一整只的虾在上面，虾这么大只啊，很大只很大，哇，一样 Q。它整只虾下去以外，它的肉也是给很足的哦，所以你可以同时吃到虾跟猪一起的。对，它不会因为你放虾，它肉就给你少放。不会，它这里一样有放我们丹阳的一个特产大蒜。哦，在哪里？没有看到啊。这是它厉害的地方。哪里有大蒜？有啊，在哪？有蒜的味道。有有，应该蒜油。对，它这里厉害的就是把蒜油拌下去，所以它的辛香料其实也没有再放了，就是单纯的肉、蔬菜跟蒜油去综合成这样的。聪明啊，这实在太厉害了。让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大蒜，它其实是有点无所不能，但它可以当做去腥的一个主角，甚至乎它可以跟甜的搭在一起，然后放在面包里面也不突兀，然后放在饺子里面也很完美，跟炸鸡配也很搭，这太厉害了。这里跟我印象的韩国不一样。尤其在踏入到酒井市场里面，不管是它的人文、它土地，尤其是我看到的蒜，我没有想过竟然有这个样子全新的组合。如果我没有来到这里，然后没有踏上这块土地，我想我这一辈子都不会知道。世界各地都有人一直在提自己国家最经典的文化跟自然景观变成所谓的世界遗产。我们现在要去的这个地方已经通过了，就是明年它就准备变成韩国最重要的一个世界自然遗产。是自然遗产，所以代表那边景色超级漂亮。太棒了！我期待来这里很久。对啊，你知道那个岛潭山峰那个景致啊？我们在很多的地方都有这样一张照片来告诉你这边有多美耶。每个地方的海报都 post 说一定要来这边。对，我们今天就来了。你看，观众在这边就感受到那个美，到底怎么形成的啊？好厉害！对啊，怎么会有一个小岛这样矗立在那个池畔中间？这边是时间的堆积。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我们上下来好好的研究一下这边的地形。等下我们就是上船，搭着它的游轮，开始在南汉江上面慢慢的体验。我有听他们说，就是冬天的时候，我们是真的可以走到那个小凉亭上面，因为会结冰。但还没结冰之前，我们就有一个可以这样子游湖。哇，可以看湖景的船啊，感觉很豪华，还可以喝咖啡那种感觉。开动了！这个船超级稳的，对不对？你可以很舒服的看一下我们岛潭山峰，好美啊！丹阳的景色真的很奇特。八景就是指丹阳这边所有的这些奇石，各种不同形状。像这边这3颗，中间最大的叫将军峰，右边小一点叫七峰，左边小一点叫切峰。哇，也很有意境哦。旁边很像是农家的感觉嘛，所以这边以前的生活，我觉得包含现在应该也都蛮朴实的，而且步调是非常的慢。我觉得啦，应该就是我们心之所向，就是陶渊明那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然后徜徉于山水之间，大概就是这种心境。这个是需要你好好体验的，因为你在台中已经开了好几间店，每天面对都是无数的客人。对啊，今天终于可以好好的放空。你今天就是一位养居士，今天就让我好好来，待会看能不能有点灵感一下这个样子，好好的放松心情，跟大家一起赏美景。而且你看这个船开得很缓慢，你就可以慢慢欣赏。其实我去过非常多的国家跟地方啊，但是第一次来到丹阳的八景，整个看到的感觉是非常震撼，非常平静的汉江，再加上3个连峰，因为那个画面真的是太协调、太漂亮，跟我所有看过那种所谓的山水画的样貌，简直一模一样。从我们
这个早潭山峰这个景色望出去，你看那些山峦，还有一些颜色的搭配。前面有个洞哎，那个山洞。我刚刚也在看哎，不知道这做什么用途的。这样，这个叫做引舟洞，因为早期在这边其实很多的船只啊会在这边，比如说运输作业啊，做生意吧，对不对？对。那如果下大雨的时候，或是天气不好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躲到那个洞里面。他们有个地方可以遮风避雨，而且几乎都没什么破坏，都是最原始的状态。搞不好我们现在看的跟几百年前看的，差不多。我也觉得。其实我去蛮多国家，也游过蛮多湖的，但是没有游过这么古色古香，然后跟那个山水泼墨画里面的那一种景色很梦幻，很像仙境的感觉。你会觉得很像是你活在那个古画里面，你就是以前的那个人物。你有没有觉得这边感觉上真的还蛮像日月潭那种风光？啊，有一点，但是心情上面有点不一样。因为日月潭现在几乎都是什么观光客，可是来到这边发觉完全不一样。我们从早上到现在看到所有的游客，全部都是韩国他们当地从各地来的人。我觉得那种感觉非常感动，因为他们自己喜欢自己的国家，自己喜欢自己的这个地点。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观光区哦，对，没错，但是它却维持得非常的好。我们是融入这里，跟着大家一起走，一起看，一起吃，那种贴近当地生活的感觉。没有商业化，就是真的可以让心境徜徉在山水之间。没错，重点是它的山好干净，就是整个氛围非常的好啦。你在一个这么广大的江面上面，我们搭着游轮，它慢慢的行驶，我们可以在这边借由解说，或用我们自己的眼睛看，去感受这一片土地的丰厚，真的很舒服。时间过好快哦，很精彩耶！对啊，好不想要下船哦。景色好看，你不管在船上、在岸上都非常的对，真的。感觉回到以前乡村的生活，看似好像会觉得很 boring， 就是很适合那种长辈这样子走而已。没有，这50分钟其实相当的精彩，两边的那个山水真的是不停的在变化，完全都是不一样的景色。你可以在外面就这样子吹着湖畔的风，你也可以在里面就是很温暖的喝着咖啡，暖风。对呀，欣赏我们的八景之最，是个很幸福的事情。看到这个台阶哦，果然就是完全符合我们上岸下来过夜。要的，我们应该没有往上走吧？有，后面这无穷无尽的楼梯就是留给我们要去好好的了解的。然后丹阳这个地方，登高望远一定是必要的。好像上去的地方也是八景之一的地方。对，上去上面我们有太多的资讯，我们并不了解，所以我们要请小安在地赶快来一下。我们现在上去要看的叫石门，是丹阳八景的第二景，一景跟二景，只有这2个是石灰岩。哦，石灰岩，喀斯特地形，然后 OK， 然后其他剩下的都是花岗岩。石门是不是跟石头有关系？对，它就是以前都是洞窟，然后时间长之后它会倒下来，然后留下的这个样子就像彩虹的一个门的样子，所以我们叫石门。先上山，走 ，OK， 走。待会要爬这个石门山，蛮轻松的，好像200公尺而已，200。我怎么看都不是这样，可是大概就可以看到亭子了耶。对，走到这里，然后再走，然后我们要这样就到这里才会看到石门。还行啊，还行啊，走过这么多山，爬百岳的呢哟。好 ，All right，OK，Go，登高望远喽。很陡哎，你看。其实是走几步就沉。台湾像这样的地形，应该是会有很多东西的，可是因为纬度不同，确实就差了。而且现在冷，主要是小动物也会躲起来。你是不是有点在喘气啊？哎呀，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最后一点阳光真的耶，很棒。差一点景又不一样了。对啊。我们走上去好像就可以开始看到那个夕阳了。有你看那个太阳已经快要下山了。有看到夕阳。对，刚好现在4、5点下来了，到凉亭了。其实很快。哇，好棒，凉亭哦！哇，那个山峰也太漂亮了。我们决定要继续往上走，好，因为我们觉得上面有更漂亮的景色在等着我们。我觉得上面有更多楼梯在等着我们，好像有点距离哦。刚刚看那个图，50公尺吗？啊，有这么近？有，50公尺就到了。 50公尺。
你们看现在夕阳打下来，然后洒落在森林里面，有黄金色的，哇，那光蛮漂亮的。啊，有看到了，右下角，山上你觉得？看到了，石门好大哦，特别。角度看，哎，这边看过去就是一个景哎，也很像一个画，就是把它框起来，然后往外看，然后后面又是农田跟住家。对啊，其实你真的可以相信说，大自然的那鬼斧神工的力量是我们难以想象。阿杰刚刚有说，石灰岩地形其实相当的脆弱，所以像我们的象鼻岩，哇，搞不好一个地震就没了，对。还好这边比较没有地震，岩石的风化是慢慢形成的，那石灰岩地质的状态又更快一点点。这个就一切都交给我们大自然最棒的艺术家来雕塑。来到韩国一定要来到便利商店啊！对我来讲，是我们一定要来稍微朝圣一下。我们这应该都知道，都有看黑白大叔。有。他们最近跟便利商店有一系列的联名，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吃到他们当初节目里面做的那个菜，真的。来找，所以要找看看哦。你可以吃到电视里面出现，有真的，你看那个，这是斯曼南的豆腐吗？对，那个麻婆豆。这个啦，这个像甜点是不是？还是沙拉？哦，对，它是专门做日式料理的，也非常的有名。黑白大厨这股旋风很厉害，他们就是从韩国出发，烧到全世界。对呀，所以我们要买哪一个？一个白汤匙，一个黑汤匙。对，好不好？我们来开箱喽。好，走。 OK。给你付钱，金汤匙。好。来，清淡口味先来啊。啊，对，前菜先。它明明是沙拉，为什么吃起来有种鲜味？很标准的日式沙拉哎，好吃啊！里面有小黄瓜、有火腿，我觉得主要是它的调味，就是日式美乃滋。日式跟台式它们差别就在日式的比较咸，我会想要配吐司吃。哦，对，加吐司。好，讲我这个。哇！哦，它辣椒的香气很足，那种辛香味，调味调得非常好。椒麻的味道是有。这个一闻口水就会开始分泌的那种。这辣的超过味，辣到我有点欲罢不能。它花椒味比我想象中重。重点是可以吃到他们的菜，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开心啦。对，我们现在是因为在丹阳的便利商店比较好买，如果在大城市早就买光了，就被扫光。我刚刚马上就拍回去给我台湾的朋友看，他们都是羡慕。如果这几天还有经过那个不同的便利商店，再跟我说，因为每一家都有他们的产品，全部都收集，好吧？你们有听过丹阳吗？第一次来，但我觉得感觉很干净，然后水质好像又很棒，因为它这边有个什么小白山吗？对，就是因为水质很好，所以他们这里有不同于别的地方的那个玛格丽酒。它这边会不会像台湾埔里一样？因为埔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酿酒的店，因为它就是水质好。对，就是来韩国没喝过玛格丽酒，就是没来过，对不对？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整个古色古香哎，好复古的感觉。这是韩国传统的建筑，从1919开始哎，100年酒庄哎。我一般喝玛格丽酒是去那种韩式的餐厅，当然没有喝过这种是正统酿造的。你闻一下，有没有空气中有那种甜甜香香的感觉，淡淡的发酵的甜味。我们敲门一下，看一下，我觉得他在呼喊我了。来，小嘉宁，안녕하세요。 아, 저희가 쌈과 바다의 하룻밤입니다. 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세요. 타이완. 바디. 아재. 맥스입니다. 에미. 开始有点尴尬。我一下，막걸리 체험하러 오셨어요. 우리 뭐 전통술 막걸리를 뭐 맛보고 체험하러 오셨다고요? 네. 정말 잘 오셨습니다. 여기는 한 110년 역사를 가지고 있고요. 저희 그랜파더 그러니까 이게 1, 2, 3, 4. 第四代，对对对，从祖父开始已经到第4代了。 한번 체험하는 거 한번 보실까요?
他刚刚诚挚要求我们，就是可以开始体验这样子一个很特殊的酒的文化了，要深入的，要深入，对，要发酵一下，好不好？这边这样子。这整个像博物馆一样，天哪！是玛格丽酒的博物馆，对，文史馆的感觉。它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个那种感觉是装酒的一个瓶子、器具什么。 여기는 이제 지금 100년 전부터 할아버지가 쓰던 걸 그대로 다 할아버지, 아버지 지금 손때 묻은 걸 100년부터 지금 30년까지 쓰던 걸 그대로 보관하는 거예요. 그래서 이렇게 직접 이제 선조 때부터 사용하던 걸 전시해 놓은 박물관 대한민국 유일합니다. 这可以说是保存最好的一个地点了。 이거는 이제 지금도 이게 100년 된 항아리인데 지금도 이 항아리로만 만들어요. 대한민국 유일해요. 100년을 딱 하루도 안 쉬고 만들 때면 아마 기네스북 가면 만든 양을 따지면 기네스북 가면 이렇게 100년 하루도 안 쉬고 这个陶器通常都是要经过1000度以上的高温去烧制，然后大部分有机物都被烧掉。这个陶器它有非常多细小的孔缝，它会透过那些微小的孔缝跟外界物质有交流，让你去酿的酒变得更香、更纯、更好喝，就是会有呼吸的意思。对， 그러니까 미생물이 하는 건 우리 지금 사람이 쾌적하게 사는 게 좋은 집일 듯이 우리 사람이 되게 스테인레스 그러니까 철집에 사는 것보다도 흙집에 사는 게 우리 몸에 좋잖아요. 그거하고 똑같은 거죠. 미생물이 좋아하는 거죠. 特别在现代化里面，那很多我没有看过的。脚踏车， 送酒的。 시골에는 무마차로 배달했고 시내는 이런 거 자전거로 배달. 그리고 이거는 이제 옛날 그 시골 양장에서는 주로 이제 막걸리 먹을 때문에 시골에서 농사 지면서 전부 다 아이들을 시켜가지고 이거 갖다 이제 술 사오게 시켰어요. 그래서 지금 한국의 50대 이상 남자 시골에 사는 남자들은 다 그런 추억을 가지고 있어요. 그러면 이제 딱 이렇게 해서 여기에 이제 한 대에 얼마. 它那个方的其实是一个度量衡，一盒啦，对，一盒的概念。好有趣哦，在这里听到的不是就是只是酒的东西，还有他们家的故事啊，然后他小时候发生的事情，那种真正的生活的故事，对，是可以那个想象的出来，有画面的。 就是空气中甜甜香香的味道，就是这个。 먼저 우리 막걸리의 재료에 대해서 먼저 설명드릴게요. 여기 있는 거는 이제 술밥이라고 지금 효무들이 먹을 수 있는 양식이에요. 很香哎。 이거는 이제 한국의 누룩. 누룩이라서 이제 한국 고유의 발효제입니다. 발효제. 不一样。对啊，没有味道，没有味道。它没有特殊的酵母的味道。 이거는 이제 이거는 뭐냐면 이제 주모라 해서 술의 엄마 씨앗술이랍니다. 그래서 미리 효물을 왕성하게 키우는 거. 就是这个。 等于先把酵母给养成，才可以开始酿酒。就是工序很麻烦，看似简单，可是又不简单。而且这个里面那个泡泡还一直在动。有。所以这也是这里的特点，他们的玛格丽酒是生的，会一直活动，好神奇哦。 우리 할아버지, 아버지 때부터 이렇게 이제 술 만드는 그런 거는 먼저 정성이 중요하다고 하는데 변호사 있으면은 자기 애기 키우듯이 하라고 했어요. 왜냐면은 애기나 효모나 말을 못 하잖아요. 그러니까 엄마가 춥지도 않고 덥지도 않게 해주고 지금은 이제 기계를 많이 사용하지만 옛날에는 이제 우리 할아버지 때만 해도 손으로 다 했기 때문에 옛날 방식대로 100년 전 방식대로 손으로 해보겠습니다. 그래서 好，我们也可以得到真心的酒。 그렇기 때문에 누룩을 갖다 이렇게 누룩 갖다 이게 对。 那我们就先来打酵母。哎，我们好像原住民的地方也有很多这种超小米，对对对，台湾原住民也是用。 꽝. 意大利，他们有那个粉烧出来的。 여기 나오는 말에 여기 나오는 먼지는 좋은 먼지야. 효무 덩어리라서 좋은 먼지라래. 对，我也。玛格丽酒看起来是让我们的材料，可是要做起来工序都其实很费工。 I like the way she make me, yeah. I like the way she make me.
那第二步， 이것도 비벼서 만드는 프로듀서예요, 이거 다. 温热热的，这里面它怎么是热的？ 이게 이제 스팀한 지 얼마 안 돼서 이게 而且这个有一个很好的香味耶。 이게 이제 솥밥이 이제 너무 뜨거워도 안 되고 차도 안 되고 그래요. 小兄弟，这可以吃吗？ 네, 먹어봐요. 可以吃。我吃一小口看看。如何？甜甜的面粉，甜 어릴 甜的， 어릴 때는 이런 게 이제 이런 게 간식이었어요, 이게. 真的哦，像燕麦的口感，对，甜甜的 QQ 的 QQ 的。因为其实淀粉混合了我们的唾液的时候，它真的会变甜的。哦，你们小时候零食吃这个哦？很健康。对，好好哦。刚才小舅妞有讲，她说他们在做这个酒，其实是真的用心，跟用充满敬意的方式去把它做出来。哇，要用这个，就是表示尊重啊。对，没错。一直以来，我对职人精神的热爱从来没有变过。那我可以特别的体验到大冈酒厂的老板，他对于做酒的坚持，我们的每一个动作他都看在眼里，不是因为我们只是一个过客来做看而已，他会要求我们把它做好，那就是他对整个制程要求的绝对精神。 그 다음에는 이제 저걸 할게요, 이제. 下一步把它装进去。放在这个圆筒里面。哦，来这样子啊，这样可以了吗？ 뭐 不要买 more，用这个装进去。来， 오케이. 이거다 뭐예요? 好，哦，这样就够了吗？这个再弄。 됐고 이제 그 다음에는 오케이. 刚刚做完的这个酵母，对，它有比例。还有这边，哦，那个都是给他用凉的。对对， 그 다음에 이제 그다음에 이걸 넣어요. 다 넣어. 从中间到了，有点紧张。哦，哦，要开始拌了。从中间快快快，需要帮忙。从中间兄弟姐妹们，需要，快，挖洞。拌。哇，好吃哦，这个有泥巴感的。而且其实有点酒味冲上来了，好香哦！对啊，有，中间。 다 이제 비벼주세요. 哎，变得很重。对啊，变得很厚实哎。现在应该都有那个机器在转的，但以前确实好像都是这样子。那个没有爱，对不对？小兄，我们要用爱下去拌它，对不对？ 네, 다 정성스럽게. The sweetest place to be. Sunny roses. We're coming up roses. 다음에는 이제 여기 항아리에다가 물을 붓게요. 我们的山泉水， 2번. 2次。小白山水， 저걸 갖다 이제 여기다 집어넣어요. 이제. 动完了，啊，我用那个方字形的一个东西，方把它放进去，然后旁边有一个人在旁 한 번 边 이제 搅一 접고. 下。掉。喂，搅，哎，不好搅散哎。不好搅散，很用力，压在下面，所以你要尽量搅开。没有这样子用开，它就是一坨在那边。哎，这个要很大力。它有开始化开的感觉融，对，越来越像那个灼灼的酒了。再来，这个要搅很久，要不要换人搅？会有需要哦。我来搅。每个功法都很讲究，要很细。哎，这很不容易耶。不好搅。他除了在做这个东西，真的是除了智慧之外，还是要体力兼具。而且重点是这么多的原物料，只有一缸。哎，可是你看，我们刚刚倒的是水哦，它现在颜色已经它是已经混进去了。变养乐多的。来换阿杰搅看，开始你再弄多一点，等下怎么讲？煮什么东西？有啦，有化开，有化开，不可以浪费，不可以浪费。最后一步了哈。还要检查，还要检查，完蛋了，我好紧张。只在串里面的颗粒的状态。 오케이. 你看，他说 OK 就是 OK 的。 그 다음에 이제 이거 갖다 걸러볼게요, 술을. 这个5天后就变这样子。对， 옛날 다 이렇게 걸렀어요. 费工了这个。不容易。好，下去搓。搓吗？其实它倒出来已经蛮细致的了。对哦。哦，就剩下上面的渣一点点。 이거는 이제 술의 원액이기 때문에 알코올 도수가 높아요. 哦，这是完全没有去调过的。 이거는 이제 커피로 말하면은 그 저거예요, 에스프레소예요. 待会来试喝。是啊。哦，直接用倒的喽。对，最后了。How to say？ 来。耶！酿酒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然后包含我们用的是在韩国当地最遵循古法的一种方式，这应该是一种代代相传的好味道。对啊，可真的很辛苦，因为我们就只是体验一下下，但他们可能是8个小时一直在整天的这样子，对。那我们来喝看看吧。哇，好浓哦！哦，这个算是原汁原味。对，酒精浓度怎么样？3种情况。很高很高。
喉咙会有烧烧的。 되게 이렇게 독하고 쓸까요, 이거는? 它那个是苦干带着酸味，很像浓厚豆浆的。哦，小将军说的对，有苦味，然后接着是酸，然后最后尾韵才会变成甜，会有点呛辣，那个酒精浓度高的那种感觉。你看他的表情，加的瓦萨比。它不是液体耶，它是很像胶水，是很糊的东西。对，这个还要再经过加工或再发酵或是什么，还是就这样子就算完成？ 여기다 이제 일반 막걸리 여기다 물을 배를 정도 타고 약간 이제 감비를 넣고 하는 게 이제 막걸리. 그럼 이제 바로 상품이 되는 거예요. 加2倍的水。所以还是要稀释，要太浓了，对，看似简单的东西，拼拼凑凑完成一个玛格丽酒，那个哇，很有成就感，而且可以看到阿祖西对玛格丽酒的调配是非常讲究，而且他们是用心去做这件事情。哇，这也太澎湃了吧！葱饼配玛格丽酒。对啊，这玛格丽酒上面写个生呢。 생이란 건 그러니까 저기 멸균하지 않은 효모가 그냥 살아있는 효모 살아있는 거기 때문에 막걸리가 몸에 좋은 거예요. 살아있는 효모를 먹기 때문에. 摇开了，我来帮大家服务，看起来像养乐多啊。哦，你看还有沉淀呢。很多一块一块的。 침전물이 이게 몸에 좋은 거죠. 要先跟大家敬了吗？ 건배지 건배. 干杯！哦，干杯！干杯啊！他们喝酒是不是要这样做？对，就是要这样子，然后往右边。可以看哦。可是这个方向不对，这是长辈的反面方向。我要往右边。两位都是。我两边都是长辈，我就往下。你怎么知道我是长辈？我左右为难。干杯！干杯！觉得这很像小米酒搭配一点气泡水。这是我喝过，我觉得最不像酒的酒。对，好喝哎！它就是生酒，所以它有自然的那种微小的气泡，就像香槟这样子。然后它在我们的嘴巴里面，我觉得很舒服。它有一种魔力，会让你不自觉一直很想喝，很想喝。马西手酒是用马西手油，马西手油都可以。 요거는 일반적으로 이제 막걸리 이제 농촌에서 농사일하면서 먹기 때문에 막걸리에도 영양분이 많아요. 그래서 옛날 우리 선조들은 이제 막걸리는 이제 술이 아니라 음식으로 쳤어요. 그러니까 음식하고 이런 것도 이런 파도를 먹으면서 영양분을 많이 보충했죠. 그래서 상당히 고열량이죠 지금 따지면은. 그렇기 때문에 옛날에는 좀 먹을 게 귀했고 많은 노동을 해야 되기 때문에 이런 걸 많이 먹었어요 일반적으로. 让我惊艳的时候是玛格丽酒一入口的那一个瞬间，那气泡细致度其实跟顶级的香槟两者相比毫不逊色。对我来讲，它把某个东西做好的精神，那我发现跟台湾的很多职人也是一样。감사합니다. 감사합니다. 所以搭葱煎饼配玛格丽酒就是它的传统。对，而且这个大葱是很容易买到的东西。韩国人吃饭是不是都把盘子放在桌上？对，我们不会拿。通常不会拿起来。那葱好甜哦。煎饼也很有层次，那个口感很脆，然后你就觉得嘴巴味道有点厚重的时候，你再喝一口这个玛格丽酒。 哇，很完美。它这煎饼可以算是非常传统道地的那种农村菜。对，可是对我们来讲真的，那个吃起来的感觉非常的有在乡村的味道。对，我觉得我可以知道它为什么被青瓦台选为那种国宴酒，它的细致度跟我们品尝起来的那种舒适的气泡感其实很不一样。台湾也有很类似的这种小米酒，但是喝起来的感觉确实有点 不太相同，我觉得就是差在那个气泡给人家那种很舒服的那种细致度。这附近就2个国家公园了，要成为国家公园，它所有的水质、所有的环境被要求已经是最严格的。好山好水好玛格丽。对，那我先敬大家，先敬。我最喜欢的就是我们每一次就是去拜访这些职人们，你会感受到他们是真的喜欢跟很在乎他们做的东西，而且 他讲的时候是很引以为荣的。听老板在讲，近30年来，有些部分才换成机械，但
即使它换成机械，它所有的工序跟所有的步骤，它还是要维持一模一样。虽然他是老板，但你完全感觉不到一丁点那个商业的气息。我跟沙江你在闲聊，他告诉我说，我们在追求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卖多少的东西，他就是一直秉持的初心，就是我们把这件事情做到好，做到对，守着传统。在台湾很难看到这样的风景，很像我们躲进画里面。对，那个功法太强了吧？我觉得他这在南汉江旁的这个栈道设计真的很棒。我们用最狂的方式看最美的景。哇，好美啊！你去看，我们那时候看那个火在里面烧，那整个远红外线是充斥了这整个我们在汗蒸木的空间里面。